特朗普的收缩战略正在迈出关键一步，美军要撤离中东了。9月30日之后，美军将彻底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。很多人看到这条消息，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在伊拉克认输退场了。如果这么想，就低估特朗普了。美军撤出并不意味着美国撤出，因为美国换打法了，不再直接承担伊拉克安全责任，而是通过经济和能源利益维持影响力。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亲口承诺了2件事，一是承诺让那些亲伊朗武装交出武器，联军任务结束之后，那些武装更没有理由继续存在；二是打开伊拉克的经济大门，让美国公司进入。美国公司将在伊拉克投资中获得最高优先级，尤其是在石油、电力、通信方面。截至7月底，双方已有48项协议签署或达成初步意向，总价值超过600亿美元，涵盖能源、医疗和科技领域。最重要的莫过于重建伊拉克叙利亚原油管道，这条管道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叙利亚巴尼亚斯港。一旦打通这条陆上能源走廊，中东产油国便可多一条地中海路线，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性。扎伊迪还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构想，伊拉克每天将50万桶石油注入美伊联合能源发展基金，用于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建设，另有每天50万桶用于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。未来3年，伊拉克计划将石油产量提升至每天700万桶。如果欧佩克阻止伊拉克增产，那就退出欧佩克。而叙利亚也在美国的推动下和伊拉克签订了协议，双方合作修建石油管道。为此，叙利亚还在巴尼亚斯港又开2个石油卸载区，目标是日输送能力200万桶，将叙利亚重新打造为区域能源走廊。围绕石油出口，美国、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利益被紧紧绑在了一起，这其实很符合特朗普的思路。美国减少一线军事负担，但保留经济、军事和战略影响力。之前是欧洲，现在又开始向中东延伸。五角大楼正在考虑一件事：美伊战争结束之后，美国还有必要维持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吗？据华盛顿邮报报道，美伊开战以来，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，包括机库、燃料库等基础设施。面对这些损失，战争部正在认真考虑缩减美国在中东的整体军事存在，尤其是那些军事基地。在火力军看来，美军在中东的那些大型基地可能要成为历史了。美军中央司令部平时在中东维持约4万兵力，分布在近20个基地，从约旦到阿曼横跨2000多公里。但美伊战争暴露了一个致命问题：这些基地全是靶子。开战之前，中央司令部就已经预判海湾基地极易遭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，所以提前从多处基地撤出了大量人员。战争验证了他们的判断，伊朗持续打击美军海湾基地，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。棘手的是重建要花多少钱？美国企业研究所曾在4月做出过估算，仅仅是修复这些基地可能就需要50亿美元，花50亿去重建一批被盯着打的基地，这账怎么算都不对。于是五角大楼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：是重建基地，还是干脆趁着这次战争把整个部署模式重新设计一遍？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，后者已经被摆上桌面，内部提供了多项方案。最基本的一个方案就是不再重建基地，有些基地可能彻底关闭，有些基地可能规模缩减，或者拆分大型基地，将基地职能分散出去。这样一来，既省钱又省兵力，部署也更加灵活。第二个方案是部分撤出海湾，海湾是美军在中东最集中的区域，巴林有第5舰队总部，卡塔尔的乌代德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。过去这些地方最大的优势就是离战场近，但是只要打起来，这里就是被打击最狠的区域。这个方案的核心是重新评估哪些基地值得保留，哪些该放弃，减少美军在伊朗导弹射程内的暴露。但撤出多少、撤哪些、撤到哪里，全部需要仔细评估。第3个方案是向西转移，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相当支持这一方案。备选地点包括约旦、以色列以及沙特阿拉伯的红海沿岸。这个方案背后的逻辑非常直接，离伊朗远一点，尤其是约旦，它本身就在伊拉克、叙利亚、以色列和沙特之间，既能连接几个战区，又不像海湾国家那样直接贴着伊朗。但问题也来了，7月伊朗已经攻击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设施，证明了它能打击更远的目标。如果搬走了还是逃不过伊朗的打击，那跟不搬有什么区别？第4个方案是维持战前的疏散状态，既然大量人员已经撤出，那干脆不回去了。只是这个方案同样面临一个问题：如果这些基地长期处于有人驻扎但人员大幅减少的状态，基本等于实际放弃，那伊朗会怎么做？这4个方案不一定非要4选1，可能是组合使用，放弃一部分基地，缩小一部分，向西转移一部分，同时维持战前的疏散状态，最终拼出来的是一个比战前更小、更分散、更难打的美军存在。而中东的安全格局也将出现极大的变化。未来的中东很有可能是这样的：
美国负责远程威慑和战略支撑，中东各国独立承担防御责任。那么，中东各国要怎么做？其实沙特已经给出了答案，地区自己组队。8月初，沙特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联合防御协议，三国约定，如果其中一国遭到攻击，将视为对三国的共同威胁，并建立政治、军事协调机制。协议还准备扩大联合军演、情报合作和军工合作，颇有中东版北约的意思。特朗普对此大加赞赏，称这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。过去几十年，沙特最大的安全依靠就是美国，现在迈出这一步，就说明沙特不想再依赖美国搞防务了。未来的沙特很可能会同时抓住美国、土耳其、巴基斯坦，甚至继续扩大与欧洲和其他地区国家的合作。而土耳其已经表示，这一机制未来可以吸引更多国家。一旦埃及等重要地区国家加入，中东就可能出现一个以前不存在的东西，由地区国家自己组织起来的军事安全体系，这会让中东的安全架构发生一个明显变化。以前是美国站在中间，大家围着美国排队，以后的美国可能只是其中一个支点。从特朗普的角度看，这很符合他的要求，你们自己的安全自己多承担一点，美国少出头。可问题也随之出现了，地区国家自己站起来之后，彼此之间一样会发生冲突。过去美国可以压着这些矛盾，现在美国往后退，矛盾反而可能浮出水面。8月18日发生的叙利亚空袭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以色列战机对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了8次空袭，摧毁了机场跑道。原因，土耳其正在帮叙利亚新政府修复自2012年起就废弃的跑道，修复完成后，土耳其军队可能就会部署在这里。以色列认为这会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，于是果断出手。事发之后，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兼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·巴拉克出面调停，并表示美国正在推动土耳其、以色列和叙利亚建立军事冲突降级机制。这套方案的核心逻辑很简单，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没有可靠的沟通渠道，没有沟通就容易误判，有误判就容易擦枪走火。美国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各方之间搭一根线，比如搞一个全天候值班的融合小组，配备精通希伯来语、阿拉伯语、英语和土耳其语的人员，让以色列想动手之前至少能跟土耳其通个气。这很可能就是美国未来处理中东冲突的一种模板。而伊朗会成为最关键的变量，美国驻军减少当然会让伊朗压力下降，但伊朗不会因此获得一个完全没有阻力的中东，甚至比之前还麻烦，因为周边没有一个方向是省油的灯。这些国家之间不会完全站在一起，却有一个共同点，都不希望伊朗成为中东唯一的地区强国。那么美国撤军之后，伊朗反而可能会消停下来，因为只要它扩大战争，周边国家只会更快靠到一起。因此未来的中东很可能出现一种新的平衡，美国减少前线驻军，但不会放弃地区威慑，只在关键位置保留军事力量，再通过武器、情报、能源和外交把整个体系控制在手里，并且充当地区间的调解人，防止中东局势彻底失控。沙特、土耳其这些国家承担更多日常安全责任，伊朗继续维持自己的军事力量，但必须面对越来越强的地区制衡。而伊拉克、叙利亚这些国家则会成为各方争夺影响力的缓冲地带，这应该就是特朗普想要的结果。美韩军演的变化同样是这个思路的延伸，核心还是那句话，自己多承担，别一直让美国出头。已知自由护盾启动前不到24小时，特朗普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。他给出的理由有3个：军演太贵，韩国没有配合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行动，而且他认为自己和金正恩关系很好，大规模军演容易刺激朝鲜。8月18日，美韩军方紧急会晤，决定将原计划11天的演习看到5天。8月21日结束，第2阶段的反击作战训练直接取消，14项营级以上联合野外训练被压缩，一部分改成韩军单独训练，一部分推迟。李在明倒是很克制，只是强调要继续加强韩国自主防御能力，同时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向韩国主导体系过渡，还提出继续建设自己的核动力潜艇能力。但日本坐不住了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，日本正面临战后最严峻、最复杂的安全环境，美日韩3边合作对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。这让人有些费解，韩国都没说什么，怎么日本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？因为东京担心的是美国可能正在降低对朝鲜的军事施压力度，但朝鲜的军事能力可没有跟着下降。7月中旬，美日韩3国军方再次强调，朝鲜不断扩大的核武器和导弹能力已经成为3边合作的主要理由。3国还明确表示要继续举行年度自由之刃演习，维持多域联合训练。结果刚过1个月，美韩年度大演习就被砍了。韩国在事前甚至还没有接到特朗普的通知，那么说好的3国演习会不会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砍？
如果这个信号持续下去，那么美日韩三边体系还能撑起来防护网吗？美日韩三边体系本来就是互补的，韩国守半岛，美国提供核威慑、远程打击以及整个联合指挥体系，日本则依靠自己的海空力量承担后方支援和情报共享。这一套体系需要靠反复演练才能形成默契。现在韩国那一环出了问题，以后怎么办？而且日本的安全环境正在持续恶化，朝鲜之外，俄罗斯动作没停过，战机活动次数越来越多。普京视察了泽捉岛，北方四岛问题再度升温，朝鲜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还在不断加深。这时候的日本最需要美国带来的威慑。但是原本驻扎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被紧急调往中东替换林肯号，美韩演习也出了问题。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日本当然急。很多朋友应该也能看出来，特朗普还是在向日韩施压，逼他们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。但是特朗普真正想要的应该是让日韩在美国体系里承担更多功能，因为他打算让日韩给美国造船。特朗普签署了一份总统国家安全备忘录，要求重建美国海军以及整个美国造船工业基础。其中有一条非常关键，符合条件的外国造船企业只要在美国进行实质投资，帮助美国扩建船厂并培训美国工人，就可以获得特殊许可。在本国船厂先为美国建造最多2艘舰船，然后再把后续生产逐步转回美国。备忘录覆盖3类舰船，具备反潜、反舰和护航能力的水面战斗舰、海上补给油船和军用滚装运输船。特朗普的逻辑很简单，与其让美国的船厂排队等排期，让军舰造价涨上天，不如先用盟友的产能把缺口填上，同时用订单把盟友的资本和技术引到美国来。其中重点考察的盟友就是日本和韩国。这2国的船厂在全球造船业长期处于第一梯队。韩华海业是目前的领跑者，他2024年收购了费城船厂，2025年还宣布投资50亿美元扩建费城船厂的设施，已经满足了备忘录的核心条件，所以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拿到订单的韩国企业。此外 ，HD 现代重工和三星重工也是重点考察对象。日本方面，三菱重工、川崎重工、日本海洋联合也在名单上。如果这件事能够落实，那么美日韩同盟的性质就彻底变了。过去的美日韩合作主要解决一个问题：打仗的时候怎么配合。现在特朗普又加了一层，未来的美日韩同盟可能会逐渐变成一个由美国负责战略核心，日韩负责地区力量和工业产能，3国共同维持整个体系运转的军事工业联盟。当地绑在一起时，要脱离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回过头来看，其实特朗普上位以后，美国一直都在收缩，只是以前更多对准欧洲，现在则是蔓延向中东、亚太。这套收缩战略不是没有阻碍，国会的反对意见没停过，但是无法否认的是，特朗普不会停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大家觉得如果确定撤离，美国会如何撤出中东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，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